我敢说，这才是建造界的天花板吧！竟然靠着自己的双手建了一座庄园出来，这是多少男孩子羡慕的愿望啊！这个男人叫小帅，因为从小就向往自己可以徒手建造一所大庄园，所以他自己租赁了一块地皮，一人一狗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。这个举动绝对让很多男人羡慕不已。小帅到了租赁的空地，一看就已经荒废了多年，生长的杂草已经高过膝盖了，而且还有以前遗留下来的乱木头。小帅没有把这些乱木头随意丢弃，而是选择整理好之后放到一边，毕竟日后可以当做建筑材料使用。小帅将清理出来的杂草丢到一边。小帅清理完杂草，带着他的小柴来到森林里，准备挑选几棵粗壮的木头带回去。看小帅这小身板，就知道他一次只能扛一根木头。经过来来回回几趟之后，他只扛回来一点点。然后就是对木材的加工，锯掉多余的部分。幸亏是早上刚下过雨，要不然小帅刚扛了木头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挖坑。你以为小帅这就开始构建框架了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精致的小帅既然要建造一所庄园，那就是要长期住下去，所以在外观上就必须要达到审美。小帅费劲巴拉的只是建了一个木头支架，他要把木头放到支架上，这样才方便他给粗壮的木头剥皮。如果不剥皮的话，住久了这些原木会掉皮，到时候处理起来又是一大难题。这么大的工程，也不知道小帅是花了多长时间才做好的。小帅将处理好的木头再次搬回架子上，掏出准备好的米尺，认真的测量。毕竟有1分1毫的差错也会影响到庄园的质量。小帅拿起锯子在木头上做了个标记，二话不说就开干。看小帅这认真的劲头，估计到时候建起来的庄园效果一定不会差。小帅把这些都处理好之后，把木头搬到一边的空地上，决定就在这里建造框架了。他不和其他的建造者一样，需要用线画个圈来确定建造的范围，他直接用4根木头围起来就是建造范围了。小帅挖个坑，依次将承重柱放入坑里，然后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承重柱就巍然耸立了。随后他又找来了几块大木桩，他准备给自己打造一个脚手架出来，毕竟只有1.7米的身高，很难触及到上层。有了脚手架，小帅可谓是如鱼得水，站在上面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扛着木头一口气能上6楼了。他仔仔细细地往上放着木头，生怕木头掉下来还要再捡一趟。小帅用着全身的力气把钉子砸进去，还没干2下的小帅就下来了。他找来了一些木头，给自己做了一把梯子出来。可能他觉得用脚手架往上运木头太费劲了，所以还是给自己打个梯子吧。有了梯子的小帅借用已经建好的框架，这一下直接省了不小的力气，这也大大的加快了小帅的建造进度。转眼间，房屋上层的框架算是有了一定的形状，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只要敢想敢干，那就一定能行。定完的小帅自己爬到屋顶上，望着远方，看着这些框架，好像一切都很值得的样子。今天的小帅出场方式非常特别，肩上扛着一根大木头就气势汹汹地出场了。今天的他只需要完成一项工作，那就是把地基做好。小帅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，所以在家里挑选了一个趁手的工具。但是身体素质不太强硬的他，还是锯了老半天才锯开这根木头。小帅把锯好的木头搬到框架下面，当做地基的围栏，然后用钉子将它与其他框架连接。小帅这熟练的手法，连小蝴蝶都忍不住来围观。
可见他的建造工艺有多么的好。很快，小帅就围好了地基，接下来就是中间的填充了。小帅此时感慨，要是能有辆车就好了。身为一个男人，怎么可以没有车？所以他灵机一动，找来些木头，准备徒手给自己造一辆车出来，而且造出来的车颜值一定不能差。他和往常一样给木头扒皮，这样才能配得上他的大庄园。小帅3下5除2的就做了一个车斗出来，而且还根据自己的手臂的长度，精确地测量了车把的长度，看看在哪里锯开用起来才是最省力的。你知道这里的小帅运用到什么知识了吗？知道勾股定理吧？和这个没有关系。很快一个完整的车斗就出来了，但是车轮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这可难不倒我们的小帅。他先从森林里找了一棵野果树，你以为他要吃点野果吗？那你就错了。小帅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遮阳的工具。聪明的小帅用斗笠在木桩上比着画了个圆。小帅确定了木车轮的大小后，用凿子一点一点地将多余的部分清理掉，还不放过每一处不平整的地方，因为小帅要确保他的车轮近似是圆形，用起来才不会费力。修完的小帅转身拿出米尺，左量量右量量，他要找出整个车轮的中心来，这样才能方便他在上面开孔。一看这小子数学学的就不错。完工的小帅搬着他的车轮来到车前比划了比划，看样子还不错，只不过还缺少点东西。他随即找了根木头，削皮也是必不可少的了，然后用刀一下下的修整。看得出来小帅是真细啊，还不忘留出中间的方形来。完工的小帅紧忙拿到木轮上试试，可以说是非常贴合了。激动的小帅拿到车旁就想安装上，但是好像还是差了点东西，那就是可以放他车轮的凹槽。没有这个凹槽，车轮很难在上面待住。小帅加急的就把这个凹槽做了出来，放上去非常完美。接着小帅就用另一根木头将上面封死。运输的小车可算是做好了，小帅激动的想推着小车出去跑10公里，但是碍于庄园的梦想，还是算了吧。不知道这种小车在你们那里叫什么？随后小帅拿上工具，向着一旁的土堆发起了进攻。看起来有了这个小车确实省力了不少，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这样来来回回的几车之后，中间就被黄土掩埋。小帅运完土堆后，拿起锄头，把这些难以铲除的大土块给弄碎，这样可以方便他后续的操作。等都处理的差不多之后，他觉得应该再造一个夯实地基的工具。有强迫症的小帅坚持要把每一根木头的皮扒掉，只有颜色统一了，才能看上去赏心悦目。随后又拿出他的老工具凿子，把中间挖穿。这看上去简单，可是会时不时的卡住凿子。挖穿之后，又拿来木头做一个把手出来。他害怕中间卡的不紧，还用一根木片把它撑开。做好之后，小帅十分满意，扛着大锤就进了厂，秉持着大锤80，小锤40的原则，卖力的干着。等夯实的差不多了之后，他推着心爱的小车运来了一些石头。而他没有立马投入铺设，而是跑到了一边，对一块木头使上了劲。你能猜到他这是要干什么吗？没错，他又给自己做了一个趁手的工具。在你们那里管这个东西叫什么？有了趁手的工具，小帅抹泥变得都有劲了。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工作，小帅却是结结实实的干了一下午，但他丝毫没有喊累的意思，毕竟是给自己干活，再苦再累也要忍着。如果是你自己建造一所大庄园，你觉得你能花费多长的时间？等到第2天清晨，小帅接着昨天的工作。不过我想问一句，昨天还是纯泥，今天怎么就换上水泥了？难不成是他用小推车在家里推了几袋来？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小帅来来回回几趟之后，地基也算是有了雏形，
看小帅精准的手法，地基可谓是非常平，就好像用了水平仪一样。经过了2天的工作，小帅的地基算是完成了。不知道他的农场还需要几期呢？今天的小帅出场方式也很特别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了一堆木头，推着就进场了。小帅从容地从小车上卸着木头。我们前几期说到，他构建完成了上层框架，铺设了地基，但是始终没有动下层框架，所以他今天的任务就是用这些木头构建下层框架。他拿着米尺认真比量着柱子之间的间距，先用了一根木头试试，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他又用锯子在木头两侧比划了一下，做个标记，然后用凿子凿开，然后再把木头放进去。难道他这么做是为了节省一根钉子吗？并不是，他随手就拿起了一根钉子钉了进去。他是怎么想的，我们都不得而知，只有他自己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。一张宏伟的蓝图早已在小帅心中展开，但是接下来的小帅又没有延续那种手法，还是选择了最初的手法。但是这里他又选择了第二种手法，可能不同位置的框架要用不同的手法吧。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，这应该是窗户的位置。在这里你能看出小帅正在建造哪一部分吗？反正我看的是有点蒙圈。下面填充好以后，小帅又搬出了熟悉的脚手架，毕竟他没有7.2米的身高，上层还是需要脚手架的支持。他一锤一锤地敲打着填充的木头。在上层的小帅还不忘给横梁预留位置。小帅又用卡凹槽的方法把小屋的横梁装上。装完之后，为了检验结不结实，竟然在上面做起了引体向上。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看来他还是嫌自己的力气没地方用啊。那接下来可有够你受的。看这小眼睛晒得都睁不开了，力气用的差不多的小帅准备休息一下。他看见满地的树皮有点碍眼，所以他把树皮一收集，准备用最保护环境的方法处理一下。一看咱的小帅就是爱护环境的好孩子，他晚上肯定不尿炕。小帅看见烈火还没完全燃烧殆尽，紧忙就又拔了2层树皮，真是个为环境着想的好孩子。这你们不得从评论区夸夸他吗？给树剥完皮的小帅又拿出了米尺，准确的测量着，因为小帅主打的就是一个精准。我们肉眼可见的小帅这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了，刚才那做引体向上的劲呢，这会是彻底干服了，就连他的狗都跑过来嘲笑他，你行不行啊细狗？被嘲笑的小帅立马就斗志满满，一个箭步就跑到了房顶上，开始了下面的填补工作。这才干到一半，小帅就宣布服了，今天这个 B 班就上到这里吧，我实在是干不动了，这班谁爱上谁上吧，我是不上了。随后小帅把车停好，拿起背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这次的小帅出场动作又是这么的别致，从家里扛了一卷蓝色的防水布过来。首先小帅剪开了从他老丈人的自行车上卸下来的轮胎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用锤子往轮胎上钉上钉子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小帅抱着他的防水布颤颤巍巍地往房顶上爬，费劲巴拉地在房顶上把防水布展开。咱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能从房顶上往下顺呢？展开后，小帅拿出自制的钉子加胶垫，钉好之后，小帅裁掉多余的部分，
可以看出来他的身高好像不太够用。此刻的小帅只恨自己的身高没有7.2米，只能委屈自己踩着东西裁剪了。剪好之后的小帅并没有选择先休息一下，因为今天的任务工作量非常大，他一点也不敢耽搁。小帅使劲垫着脚，把这根木头放到房顶上，这是要从外侧把这块防水布固定一下。小帅费劲巴拉的钉好之后，很明显参差不齐，这就是没有提前测量的后果。之后后期靠自己手工慢慢锯开。锯完之后的小帅突然发现还有一个角没有装，赶忙又开始自己的手工活。然后还是熟悉的锯掉多余的部分。上期说到小帅锯掉屋顶上多余的木头，这期将继续完善他的屋顶。都说欲先利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小帅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3两下的功夫，他就将2根木头合到了一起。他为什么造了一个像晾衣架的东西？原来是想对这根木头产生想法。细心的人到哪里都是很细心，干活之前还不忘磨一下自己的祖传大锯。磨好之后，小帅拿着斧头轻轻地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痕迹，因为这样才能方便后面的剥皮。不了解小帅的人可能还不知道，他绝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。为了追求房屋颜色的统一，不管是大木头还是小木头，都要统统的剥皮。等全部木头的皮剥下来之后，小帅掏出他的祖传大锯来就开工。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，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用力。看到这里，我瞬间就放弃了想拥有一座庄园的想法，毕竟太累了。这不，小帅才干完第一个就服气了，累得气喘吁吁，但又转念一想，自己马上就能拥有一座庄园了，瞬间就来了干劲。3两下的功夫，就把全部的木头变成了一块块的圆形木板。进行了大量体力劳动的小帅丝毫没有要休息的意思，而是争分夺秒地完善自己的房顶。钉完木板之后，小帅又包了一张树皮，而且这次还必须要保证树皮的完整性，因为他要用树皮来填补屋顶的缝隙处，防止漏雨。那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要用树皮来填补，也不怕经过太阳的暴晒树皮开裂，真是为了美观，其他的一点也不管不顾。等屋顶的工作完成之后，他又用剩余的木板填补下层的房檐。我们上期说到，小帅花费了1天的时间完善了自己的屋顶，那屋顶的美化程度不亚于现代的小别墅。那这期他要完成那些工作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他挥舞着手中的屠龙宝刀，像往常一样给树剥皮。这种简单且重复的工作是最考验耐心的。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给树剥完皮之后，他从兜里掏出米尺，认真地测量门框的高度。这里是绝对不能出1厘米的差错的。如果量少了，做出来的门就会漏风；量多了的话，做出来的门就安装不上去。所以他反复测量门框和木棍的长度，确定好最终的长度之后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等这些基础工作铺垫好后，接下来就是整个工作的核心了，组装门。我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肯定好奇，小帅的身后为什么冒起了烟？看过前几期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他绝对是一个爱护环境的好孩子，每一次都要把剥下来的树皮点燃，省得堆在自己的庄园里没法处理。你就说他爱不爱护环境吧。眨眼的功夫，小帅的门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现在的小屋从外观上看，完整度已经算是很高了，但是追求极致外观的小帅怎么可能就结束本期？他又拿出米尺测量露台之间的距离，准备进一步完善他的精美小屋。
锯到了适合的长度后，用小锤40，大锤80的口诀把木头砸进去。看样子确实美观了不少。随后，小帅没有进行休息，而是独自扛着一个大油锯跑到了山上，并且相中了眼前的粗树干，二话不说就开干。他这是要为后续哪一步收集材料呢？这油锯的声音有没有让你想起你家正在装修的邻居呢？上期结束的时候，小帅锯了一块比他腰还粗的木桩，虽然说锯的时候非常轻松，但往回运输却是个不小的问题。享受之前先吃苦这个道理不是白讲的。经过跋山涉水后，可算是到达了营地。这把他累得坐在木桩上直喘粗气。时间不等人，简单的休整之后，虽说力气还没有全部恢复，但干活的时候依旧要打起10万分的精神。就算是这么大的树桩，也要精细的剥皮。和往常不一样，这次的他没有选择直接在中间掏空，而是用油锯在中间切块，再用80的大锤把中间锤开，这样可谓是省下了不少的力气。果然在外建造不能只靠蛮力，还要多多少少有点头脑。中间掏空后，小帅提了2根大号树杈来。请问这样完美的树杈，有哪个男人不想拥有一个呢？这不纯纯的愤怒的小鸟用的吗？但他可不打算用它来造愤怒的小鸟，而是作为烤箱的支架。看到这里，你就要问了，为什么要在上面也盖一个？因为要让它看起来高端，装上荷叶，就是开合式的烤箱了。那你又要问了，在里面生火不会引燃烤箱吗？那小帅也是想到了这一点，去河边找来些碎石子，再和点泥铺在下面，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。而且他还怕上层会流失热量，特意铺上了一层锡纸。有了烧烤箱，小帅觉得应该实验一下效果，那就做个全自动钓鱼神器。这高端的配置放在整个钓鱼界也是相当炸裂的。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简单的烤一下即可做下食用了。劳累了一天的他吃着烤鱼，满意的看着今天的成果。这要是晚上看到这条视频，估计又要看饿了。看饿了可不能怪我。不知道下期小帅会带来什么样的杰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今天小帅和小狗迈着欢快的步伐就走进了画面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，可能是由于昨天吃到了烤鱼的缘故吧。镜头一转，小帅正在打扫他精装的房间。这小房间一看就下足了功夫。上期是弹弓树杈，这期是鹿角树杈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完美的树杈，这让我们看见很难不心动。凹槽也是每期必不可少的，在野外，一个人精通掌握一种手法就足以了。干活期间，小狗还不忘来探探班，看来是想迫不及待的和主人住上这豪华大床了。从这里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小帅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对称设计，就算是再荒野也要分清楚床头和床尾。咱就是说，真的有这个必要吗？这里不就你自己住吗？你是怕你忘了，还是怕小狗分不出来？这精致的大床完美竣工，精致的小帅还不忘把床边修，怕上床的时候旁边的倒刺划伤腿，真是细啊。不愧是纯实木打造的豪华大床，确实是有点重量的，搬起来确实很费劲。一开场，小帅溜溜达达来庄园的时候，发现路边有3个适合做桌子的木桩，二话不说就
就搬到自己的庄园来了，接着按照自己心中的蓝图开始对木桩进行加工。有了桌子，椅子也是不能缺少的。小帅可能是对这么大的木桩情有独钟，就喜欢在这么大的木桩上面加工，绝对不要组合的椅子，必须要是一体的。油锯切块，大锤砸开，精雕细琢，一气呵成。而且为了和房子整体的色调统一，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修饰。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，是真的像马桶。造椅子的边角料，小帅也是不能让它浪费，囤起来当做烤箱的燃料，绝对是最优的选择。为了实验一下桌子和椅子的实用性，他竟然还从家里拿来了食材，准备做个饭，试一下新家具。你别说，还真有那感觉了。这种环境是多少男人所向往的呀？念的小帅又带着爱犬欢乐的进场，可是到了房间内，他就开心不起来了。满打满算也是经历了13期的建造了，房间内还是这样破烂不堪，四处透风。所以再不做点什么，就多多少少有点不像话了。毕竟咱也是要建造一整个庄园的人，只有华丽的外观还不够，也要有精装的内饰。说干就干，小帅毫不犹豫的就跑到森林里，但却是盲目的乱转。突然，一种树皮映入眼帘，他在此驻足并仔细观察，似乎用这个装饰内饰是不错的选择，而且也可以阻挡风沙，那就挑定用这个了。经过几趟的搬运，他觉得这些应该够用了。为了兼顾美观和实用，小帅认真用尺子规划着应该怎么裁剪才合适。毕竟采集的也不算多，不合理利用的话，还要再回去跑一趟。等确定好大小后，剩下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，只需要比着第一片裁剪就行。这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做手工课的情景，仔仔细细，生怕剪坏一点。等全都剪好之后，小帅搬进之前造的脚手架。因为小帅没有7.2米的身高，上层还是需要借助脚手架的。接下来就是繁琐的装订工作了。为了让全屋统一，还不忘把床挪开，争取做到每一处密不透风。竣工之后回头一看，太阳光洒进来，屋内金光闪闪，像是镀金的小屋。随后小帅出门来到裁剪下的废料前，这些可不能当作垃圾丢掉，这可是日后生活的好宝贝。今天还没过完，闲不住的小帅突然又觉得屋内空间有限，没有办法放床头柜，是一大遗憾，所以找来木块，准备在床头上安装2个可以放东西的平板。说干就干，一点也不墨迹，还是熟悉的包皮，规划大小。鹿角树杈现实返场，这里我想说一句，用这么细的钉子砸在床头，真的不怕它掉下来吗？可能小帅有入睡困难这个症状，如果掉下来，正好就是用物理方式助眠了。装订好之后，小帅将仅有的2件家具搬到屋内，确实有一点点家的感觉了。坐在里面的小帅觉得多多少少还差那么一点意思，丝毫没有氛围感，所以他紧忙找来几个玻璃瓶子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把瓶子一分为2，然后磨平切口的地方，方便接下来的清洗。
清洗好之后，把它套在蜡烛上面。有情调的他还不忘在空中点缀几个。不得不说，这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。紧接着把从家里拿来的褥子铺在床上，这才算是有家的感觉。此时，屋外的烤鱼也烤得差不多了，拿进屋内，在桌子上边吃边欣赏着自己的手艺。这里又有多少男人该羡慕了？不知道下期的小帅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。在干正事之前，肯定先要做好准备工作。门口的杂草如果不处理掉的话，很难开展后期的工作。清理好杂草之后，小帅随手捡了点没有用的小树枝，组成一把扫把，清理一下杂草。可是扫着扫着，他突然想起来，自己每天进出的房门还没有门把手，这天天推来推去的也不是那么个事，万一哪天把门推漏了怎么办？毕竟做的门也不是很结实，所以还是装个门把手方便一些。等做好之后，小帅没有休息，直接就扛来了一根大圆木。他考虑到，如果直接在地上建造的话，贴地的地方会反潮，木板会慢慢腐烂，所以要垫高一块，防止木板慢慢腐烂。3两下的功夫就锯好了木桩。他先是拿着在地上比划一下，确定具体的方位，然后挖坑，把木桩放进去，夯实周围的土，一气呵成。再找来长度合适的木板进行装订。为了让木板与木板之间严丝合缝，还要把木板周围进行修边处理。咱就说小帅对这么大的木桩情有独钟吧，这不他又搞了2个这么大的木桩，而且这次还升级了，还是2个完美对称的木桩，也不知道是在哪里捡的。这里我想说，能不能告诉我在哪捡的，我也去搞2个。在建造的过程中，为了让它们更贴合，凹槽也是必不可少的。眨眼的功夫，连体的椅子就算是做好了，坐上去试试，你别说，还真有那感觉了。现在面前就差一张桌子了。对于桌子，小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，普通的4根腿支撑的桌子不能满足他，必须要那种实木与实木叠加起来的，那样才算是牢靠。不过他这种设计也有一个弊端，那就是没有办法随便移动，要是后期想要移动，那只能拆除了。本期也就算是接近尾声了，但是距离建成一个庄园还差得很远。接下来的小帅会有什么表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所以这期的小帅准备装饰一下小露台的周围，让它直接提升一个档次。他在来的路上随手收集了几根长木棍，用这个做围栏的话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了后续连接处的严丝合缝，所以他在组装之前提前预留好要装订的位置。你们看这认真的样子，等会产生什么完美的设计呢？在组装到门前的时候，小帅没有选择在土地上挖个洞把木棍放进去，而是选择了把木板挖空一块，然后再把木棍放进去，这样可以使整个结构更稳定。整个框架完成之后，他又找来了几个非常完美的树杈，这些树杈不惧完愤怒的小鸟真是太可惜了。熟悉小帅的人可能知道，他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对称设计。在这里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他在干活期间把身后的火升起来了，看来这是中午没有吃饭，迫不及待想要开饭了呀。
顶住饥饿的压力，小帅加快了手中的工作。很快，围栏就组装完成了，但是此时还缺一个小门，他直接用目测的方式进行了测量。小门也装好之后，他还不忘装饰内侧的装饰，看来没有被饥饿冲昏头脑。但干着干着，天气突然转变成阴天，这让小帅的肚子更饿了，瞬间就失去了干活的动力，所以他决定先把晚饭做上，这样才能激发自己的动力。把饭做上之后，只剩下最后一步安装荷叶了。装好之后，坐下感受一下氛围。此时饭也做好了，不过这氛围他不害怕吗？周围黢黑一片，这要是让我晚上在那里，我是一点也不敢的。小帅带着满脸的笑容走了出来，看来是昨天晚上在小屋睡得还算不错。倒是有一点他非常不满足，那就是只有一个烤箱的他只能吃一些烤出来的食物，其他种类的食物没有办法享受。所以为了弥补这个遗憾，他打算在小屋侧面建造一个大型户外厨房。但小屋旁边是他平时堆积的一些废木料，只能等清理出这一块空地之后才能开工。敢想敢干一直是小帅的风格，所以他没有墨迹，但考虑到如果只用手一个个收集，那要收集到猴年马月去，所以小推车限时返场，一车车的运肯定要比手快。等清理好废木料之后，土地上的杂草也不能放过。基础工作做好后，他抱来几根长长的原木，你们看这长度就能知道他要搞个多大的了。到了扒皮的那一步，可能是扛原木累着了，这次不再是温柔细致的扒皮了，而是采取了非常暴力的方法，这是要把他的怨气全撒在木头上。由于这次构建框架要有一节插入土里，所以为了防止腐烂，做碳化处理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在建造之前，他的脚下还有一堆的树皮，可能是觉得这些树皮在这里非常影响他发挥，所以他把这些树皮拿到一边去。接下来就是纯享版的建造框架了，请您慢慢享受。上期说到，小帅想要建造一个户外厨房，但昨天忙活了一天，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，甚至连棚子的顶端还没有完活，他就摆烂不干了。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对话：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吗？没有，但我不在乎。如果今天再不完工的话，晚上就没有办法吃上热乎的饭了。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，今天干活的速度都加快了，但是毛手毛脚必定干不出细活来。你们看这棚顶的建造，完全没有小屋的顶端细致，感觉就是随便敲敲打打。可能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拿着剩下的木板仔仔细细的削边，准备给房檐处精心装订上削好的木板，这让自己看起来也非常舒心。棚子顶端的缝隙处也没有忘记做防漏水工作，只不过还是这种树皮。我再次提出疑问，这种树皮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，真的不会开裂吗？这样怎么能长久的使用下去呢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咱也没办法左右他的想法。等顶部全部装修好后，小帅就抱来了处理好的半截原木。你们猜猜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肯定想不到，他准备用这些木头做围墙。先是用手挖开一条长长的沟，
直接将木头插入土里。但是这次为什么没有做碳化处理呢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有的插入土里的木头就做碳化处理，有的就没做。那不做的不就没法长期使用了吗？根部早晚会烂在地里，这绝对是不小的隐患。咱们还是没有办法决定他要怎么干，还是接着往下看吧。可以看到，细致的他还不忘加个小隔断，规划好各个区域的用处。在细致这一块，他做的真的没得说，都挺完美的。眨眼的功夫，一个像椅子一样的平台就建好了。你以为他这是又建了一个可以休息的椅子吗？那你就错了，这在下一期就会揭秘这里是干什么用的了。他还怕椅子不够结实，特意坐上去试了试承重能力，看来是还不错。考虑到以后还要在这里放一些柴米油盐什么的，所以打造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小储物柜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镜头一转，这大致的框架就算是成了，但是这期的他又没干完就摆烂了，所以剩下的工作只能留到下期了。幸亏原来的烤箱没有拆除，要不然今天真就吃不上热乎的饭了。上期说到，小帅在建造户外厨房的时候，干到一半又开始摆烂了，这就导致他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大体的框架，所以这期必须要加快进度了，要不然离香喷喷的美食还很遥远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小溪旁边捡了一些碎石头，他听说碎石头和泥土更配，所以泥土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懒散的小帅为了一会和泥后少走几步路，所以他搞了一个尿素袋子铺在框架旁边，随后将土撒在上面均匀的铺开，把大块的捏碎，这样在一会和泥的时候能让土与水充分结合。随后他溜溜达达的来小溪边接了一桶水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和泥过程了。可以看到小帅也是懂得了优雅，都不用手和泥了，拿个小木棒在这捣，毕竟咱也是尊贵的庄园主了，这点小活不能玷污了自己的手。可是事实证明，不沾手就没办法干活了，所以还是用起了手。沾了手的小帅突然觉得泥巴还挺好玩，不直接放在上面，而是先颠两下，再放到像椅子的平板上，还是和建造烤箱时一样的工艺，先铺一层泥，再放几块碎石头。做到内壁的时候，他则是糊的比烤箱内壁还要厚，因为不注重用火安全的话，有可能连同整个小屋都烧了，是不小的安全隐患。转眼的功夫，这厨房就像模像样了，接下来等待风干就可以了。但小帅可不能慢慢等下去，再等下去自己就要饿死了，所以等待风干还不如一把火来的实在。趁着这个烘干炉子的空档，他还不忘放上一壶茶，试试炉子的火力。炉子下层的空间他也不能放过，放上柴火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。考虑到境地可能会潮湿的情况，所以还用了2根木棍垫高。等全部建好之后，小帅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新厨房，他马不停蹄的就跑到后山上挖了几块木薯，回来后掏出在家里拿的烤肉，切成大块吃才过瘾。大块的烤肉吃起来是很爽，但吃多了也会腻，所以挖几颗生菜配着吃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这不就是低配版的烤肉吗？晚饭的问题是解决了，此时他又想，要是再来点维生素 C 就更好了。他猛地想起后山上有水果，抓紧去摘点，反正不吃的话也是便宜了峨眉山老表，还不如我吃呢。等他回来之后，天都黑了，饭也正好做好了，小狗在家等得都翻肚皮了。一切准备好后，小帅没有着急吃，而是先把蜡烛点亮，让屋里的氛围提升一下。你别说，还真是那感觉了。忙活了一天，终于可以美餐一顿了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建造的整体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不知道接下来他的庄园扩建成什么样，说实话真的挺期待的。一开场的小帅像屎壳郎一样，推着硕大的木墩就出场了。咱就是说，他确实对这么大的木墩情有独钟，只要建造大物件，必定能看到木墩的身影。他主打的就是在这种纯实木上精细雕刻的过程。但这次的小帅可不是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的直接锯开了，而是细心的合理规划，
因为如果不精心规划的话，那就要再推一次这么大的木桩了。他这小身板可顶不住再来一次了。等规划好之后，像往常一样用油锯从中间切块，大锤8时把中间砸空。这里我是真怕他砸上瘾，把中间预留的隔断也砸开。好在是他没有被爽感冲昏头脑，要是我去干的话，可能中间就被我砸掉了。等凹槽砸好之后，他竟然直接用油锯充当起打磨机。在小帅的原则中，能省事就省事，能少跑2步就少跑2步，所以油锯能解决的事情坚决不拿打磨机。等凹槽变得十分光滑后，小帅紧接着就开展了下一项工作。考虑到自己搭建的厨房空间有限，所以为了节省水槽的占地空间，把它锯成方方正正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。紧接着再用小锤40精细的打磨边缘，防止平时使用的时候扎到手，而且还要在中间凿个孔，给水龙头留出位置来。干活期间还不忘撸个钩子。短暂的消遣时间后，小帅找了个木板钉框架上，用它来充当一个临时的支架，先把水槽放上去再说。上期说到，小帅建造了一个还不能使用的水槽框架，为了抓紧用上这一套装置，所以他直接在家里卸了2根水管，拿了几个桶过来。来到庄园之后，他放下这些东西，就马不停蹄地跑到高处，物色可以使用的水流。很快他就相中一处从高处流下来的小溪，但是这杂草太碍事了，先拿出80米的大砍刀清理掉杂草再说。清理好之后一看，这水流也太小了吧，用锄头锄开，把水流汇聚一下，看流量是那么个意思后，抓紧跑回去把水管接在水龙头上，中间再用专用的连接器组装起来。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这套装置是什么原理？竟然不用水泵就可以出水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上面有了水，那下面就应该有排水的地方，排污是必不可少的，要不然用的时候就流到鞋上了。精致的小帅哪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？提起排污，小帅突然想起来后山上有一片竹林，用竹子充当排污管道，绝对是最优的选择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帅接着就去后山砍了2根竹子，扛了回来，然后锯成合适的长度，再把中间捅开，就这样循环往复的操作。等全部竹子加工好，接下来就需要认认真真的组合了，因为不像市场上买的管道一样，那些都是组装的严丝合缝的，用竹子的话，那可就要费点功夫了。可以看出来，小帅组装的确实有点费劲，只能一遍遍的尝试，慢慢修改。费了半天劲，终于是组装起来了，但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。不过这你不用担心，小帅自有妙计，这不万能的泥巴又登场了。不过与以往不同，这次他加了些木屑，用来增加粘性。和好泥之后，用它涂在上面和下面的缝隙处。严谨的小帅还怕水槽里经常有水导致泥巴松散，所以还特意塞上了几根布条。不得不说，他是真的细啊。这些工作做好了，下面的排污也需要净化一下。如果不挖一条引流的小水沟，那排下去的水就在地面上散开了。整套装置完善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缺一样东西才算是完美，那就是一个塞子。如果平时需要储水的话，那少了塞子可是不行的。如果现在不做出来，以后要用的时候只能抓瞎了。经过小帅的一顿忙活，终于是大功告成了。今天可是完成了一个大工程，不过外表还有些简陋，不知道下期会不会改良一下。为了犒劳一下今天的自己，小帅拿起低配版的鱼竿，去小溪边钓了3条小傻鱼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是小傻鱼，这都能咬钩，不是小傻鱼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有了水龙头就是方便，直接就能在厨房里洗鱼了，这简直不要太爽。处理好之后，对美食高标准的小帅又拔了2颗生菜，荤素搭配才能干活不累。忙活了一阵，终于是吃上了美味的晚餐。不知道你们对现在的配置还算是满意吗？
反正我是挺羡慕的。一开场，小帅迈着欢快的步伐奔向他的小屋。由于上期建好后就迎来了冬天，屋内没有暖气，他也没有做保温设施。如果晚上住在这里，那可能要冻死。经过了漫长的冬天，今天终于迎来了开春，所以小帅又可以返回小屋大展拳脚了。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火升起来，因为冬天的寒气还没有完全退去，空气中还弥漫着冷气。借着升起来的火，烧一壶热水也不是很过分，合理利用了火资源。经过了一个冬天，门前的小草都长到这么高了，有强迫症的小帅眼里容不下门前的杂草，如果不清理，自己住着十分膈应。清理完杂草，闲不住的他拿着扫把把屋内屋外都打扫了一遍，毕竟一个冬天不住人，总会落很多灰，不打扫的话，他这精装室内就没办法住人了。总算是干完了这杂七杂八的碎活，刚才煮上的水正好也沸腾了，先喝杯热水休息一下，一点也不过分。这小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了。此时他的脑袋中又浮现了一个计划，精装厨房是有了，只不过还是土地板确实有点掉价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那就不如升级一下吧。先是测量厨房柱子之间的距离，接着扛来木板，距成良好的距离，用来当做整体的封边。他还没有忘记给自己的排水管开个凹槽，一个冬天过去还记得这么清楚，看来手艺没有生疏。封好边缘，他的小推车又限时返场了，因为中间不用土填高沼平的话，后面的木质地板很难放上去。这小帅体力也不是很好，才推了几车就感觉身上热了，脱个衣服接着干，接着用大锤把土夯实，这样才方便后续工作。都过了一个冬天了，他还是对这么大的原木情有独钟，但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了，因为下一步他要造木质的地板，用这么大的原木反而做起来更加省事。这次的小帅没有这么细致，造出来的木板也是大小不一的，往地上排列的时候就需要动些脑筋了，他要考虑怎么排才能最严丝合缝。经过2个小时的排列，终于是完工了。今天还剩余一点时间，那就再把厨房旁边的杂草清理一下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干了1个多小时，完美竣工，小屋又恢复了以往的整洁。